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兴趣散的摄影师 Enzo。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呢，就是最近最夯的一台运动相机。它是一台革命性的运动相机，因为这是这世界上第一台可以换镜头的运动相机，也就是我手上这台 Insta360 One R。它的外观不但非常的好看，它还可以做换镜头的设计，你可以拍360影片，或者是你可以换一般的模组拍一般的运动相机的影片，又或者是呢，你可以换成徕卡1寸感光元件的那个模组。这样的话呢，这就是唯一一台有1寸感光元件的运动相机了。而且它的1寸感光元件还是14mm的等效镜头哦，跟 RX0 那个24mm 比起来实在差太多了。当然呢 ，RX0 的定位不是完全的运动相机啊。好，那我们回来，那这次呢，我就来跟各位分析，就是 Insta360 One R 的3大优点跟3大缺点。那希望看完影片之后呢，你可以在你的心中做出选择，就是你到底该不该买这台相机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这次的 Insta360 One R 的完整实测。好，那我现在手上的模组呢，就是360模组跟4K 模组，因为1寸感光元件目前是我还没有拿到手，所以还没办法做实测。那评测开始之前呢，我先给各位看一个东西，就是这台相机标榜是可换镜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就是我们换一次镜头到底需要多少时间。那这时间其实有一点长。那最大的问题所在呢，是因为它要拆下盖，把电池拆掉之后，再把主机拔开才能换镜头。换完镜头之后插上去，要再把电池插上去，然后再装外壳，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。我个人是觉得说，这台相机应该在下面直接装那个 GoPro 的那个模组，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，就是你不用再装外框，因为装外框就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。像是 GoPro 8呢，它下面就直接多了那个模组，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解 4K 模组的部分。那 4K 模组的话，就是我手上这一颗基本上就是一般运动相机的镜头。那我们先来跟 Osmo Action 比较一下它的整体画质。那我跟 Osmo Action 比较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觉得画质最好的相机是 Osmo Action， 虽然 Osmo Action 的广度比较窄了一点点，但是我宁愿画质好一点点，而且 Osmo Action 也是我认为防守阵最强的相机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日间画质的部分。那我们看画面呢，可以很明显的发现，就是 Insta360 One R 的画质比 Action 还要烂太多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烂成这样。那再来是夜间画质的部分。夜间画质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，在这么暗的场景下呢 ，Action 的整体锐利度跟画质明显优于 Insta360 One R， 但是 Action 的杂讯量比较多。那 One R 的话呢，杂讯量比较少，但是抹的痕迹比较严重，那细节都被抹到有点看不见了这样子。那夜间部分的话，这就是看个人喜好，有些人喜欢比较抹，有些人喜欢细节比较多。当然，以我立场来看的话，一定是画质好比较重要，就是 Action 的表现是比较好的，因为杂讯我可以事后再用软体去运算，能把它算掉。那基本上你一开始细节都没的话，后面就没有救了。所以整体来说，画质方面的话，我认为 Action 是确实是赢 Insta360 One R 的。那再来是防守阵的部分，因为上一次 Osmo Action 有个最强的地方，就是它在旋转晃动的时候呢，它把画面算得非常稳定 ，GoPro 或什么 X3000 或什么全部都打不赢它。那 Action 的防守阵是我个人目前认为最强的防守阵，所以当然一定要跟它比较咯。因为 Insta360 One R 呢，它的 Flow State 也说得非常的厉害。
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其实几乎是在同一个亮度下所拍摄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INSA 360的边缘已经开始有点模糊，就是已经有一种快门过慢的情况，但是其实这两个画面亮度是一样的啊。那这点其实还蛮诡异的，而且我有开启室内加强，就是 INSA 360 One R 呢，它有个室内加强的方式，会让防守阵表现得更好。说老实话，它就把快门速度拉快，让我们那个快门慢的残影少一点出现，这样防守阵会更强。但是在同一个场景下，为什么 Action 的表现会比较好这么多 ？Action 快门速度明显用比较快，但是亮度其实保持的差不多。那最大重点来了，就是我在大幅度晃动的时候呢 ，Action 的防守阵也是完胜于 INSA 360 One R。我讲的是完胜哦，就是真的赢太多了。Action 的防守阵，我觉得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。而且这边我要讲一个我觉得还蛮严重的事情，就是 INSA 360 One R 啊。它的 flow state 就是它的防守阵是没办法机身直出影片做防守阵的，你一定要过它的手机 APP 或是过电脑的软体，它出来才会有防守阵的效果。所以你录完的档案不是 MP4， 它都是 INSV， 就是它自己的档案，你还要过 INSA 360的软体，你才能算出有防守阵的影片。这非常非常浪费时间的，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还蛮大的缺点。因为不管是 GoPro X3000 或者是 Osmo Action 呢，它都是录完影就直接有防守阵的这样子。那 INSA 360的重点呢，就是在做360相机嘛，像上一代的 One X， 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，评价也非常的高。那这次呢，我就来体验 5.7K 带来的画质表现怎么样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 5.7K 的画质在白天下表现性是非常非常的好的，我也非常满意，就是它在360模组的画质表现，我个人觉得比 4K 模组还要好蛮多的，而且它也有 log 的色彩档，让我们在后置画面的话呢，可以有更大的色彩宽容度。那再来就是呢，它的手机 APP 写的非常非常的良好。我给各位看，就是它有自动追踪功能，我们只要点了这只狗，它的框框就会随时跟着那只狗。我录的是360影片哦，但是它会自己裁切狗的部分，然后帮你自己做运镜，自己追踪那只狗，追得非常非常棒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设计。那我以前拍360影片呢，我觉得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我要后期运镜，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浪费时间的东西，所以我后来才会很少用360相机。那这次的 APP 写的这么好呢，会让我觉得有时候带它出门真的还不错，因为你完全不怕错失任何画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后置的时候呢，再让它自己去抓画面，真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 5.7K 还不够，我是希望他们赶快推到 8K 的市场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收音测试。那 INSA 360 One R 呢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模组化的设计，它可以换 4K Mark 的一般运动相机的模组，或者360相机的模组。或者是最强的呢，它有徕卡1寸感光远镜的模组。那颗镜头其实大家都非常想实测，但是目前都拿不太到，所以还蛮可惜的。那 Osmo Action 呢，最近还降价了，就是它现在只要9900块，所以我觉得 Osmo Action 现在来讲，它 CP 值也非常非常的高。那收音方面的话，我自己听起来会觉得说 One R 的声音比较多，但是去噪比较差。那 Action 的去噪比较多，但是声音比较小，人声比较不突出，所以这点就是看个人喜好。那大部分的评测都是说 One R 的收音确实表现不太好，因为它的杂音真的太多了，它都没有办法去掉那些杂音。好，那现在到了总结时间了。好，那我来跟各位分析一下这台 INSA 360 One R 的3大优点跟3大缺点。那3大优点的第一点呢，就是它的模组化设计真的非常非常酷。你可以随时更换 4K 模组或360模组，或是未来的1寸感光元件模组，这点真的非常的方便。那第二个优点呢，就是360镜头表现确实很好，你在后期的时候可以再裁切你自己想要的画面，非常的方便。那第三个优点呢，就是它的 APP 写的非常非常的精良，你在后期的时候呢，你只要点一个物体，它就可以直接追踪，加上它有非常多的模板，可以做很多好玩的画面，像什么弹跳小行星啊，或者是你拿360相机走路呢，它就会自己分析画面，然后帮你做运镜，这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设计这样子。那3大缺点有什么呢？第一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的 4K 运动相机模组表现确实不好。那再来第二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的防守阵表现确实不突出。你说它防守阵效果好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跟 Action 比起来就是完全比不上。而且重点是你还要过电脑或者是过 APP， 你才有防守阵的效果，这真的非常的不方便。我拍完影片之后呢，我还要过一次 INSA 360 Studio， 那真的太浪费时间了，而且它转档速度并不是非常的快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缺点。那第三个缺点呢，这么我跟各位分析一下，就是360模组，我虽然说它的画质表现很好，但是
它的镜头还是过远。就是以310相机来说呢，你的接缝是越薄越好，像是 Insta310 One X 或者是 C 塔那样子，你的这个接缝越少越好，不然你的接缝会比较明显一点这样子。那我这边稍微讲一下我用 Insta310 One R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，就是他说是说到后来他就宕机了，然后它的画面会显示着 saving， 就它还在储存，但是我按任何按键都没有用，但是我也不想拔电池，因为我很怕拔电池之后画面就没了，所以我就摆着看它到底会不会 saving 成功，就到最后它就没电了，然后我回来看档案的时候，它档案是坏档的，所以代表这台相机的韧体确实有问题，就是我只是说个实，却又发生宕机的情况。好。那这次的评测就到这里了。那喜欢我的频道呢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那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，我的 IG 也会定期 po 文，还有我的日常生活。我是兴趣产摄影师 Enzo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